许林川为新招的秘书花100万放了场烟花，还不忘给我发消息，婉星，等结婚10周年，我送你一场烟花秀，这是我10年前就想要的。当时穷，领完证后我们点燃了仙女棒，如今看着漫天烟花，我翻到10年前的官宣视频，截图发了朋友圈，结局都这样。当晚，许林川未回家，次日，我闪送给他一份离婚协议书，一同到达的还有一封来自10年前的漫游。信上许林川曾亲笔写下：今天有爱婉星多一点吗？收到离婚协议书，许林川的电话立马打了过来。苏婉星，你又在闹什么？动不动就提离婚，你有意思吗？你今年30了，不是3岁小孩，能不能成熟点？他的怒气很盛，语气里全是对我的责备。没等我回复，电话里就传来一道娇俏的女声：许总，你别生气，姐姐肯定不是故意和你闹的，她可能是年纪大了心情不好，你哄哄她就好了。许林川似乎更加生气，你闭嘴，然后对我吼道：婉星，我现在回去，我们当面说清楚。他前脚挂断电话，我接着就收到朋友圈的动态提醒，一个叫川流不息息的女孩连发3条动态，哥哥居然凶我，罚他1个周看不到我的笑脸。配图是许林川的总裁办，嘻嘻，哥哥和我道歉了，他说是家里那位又作妖了，让我乖乖的别闹。好吧，原谅他了。配图是2杯茶颜悦色，哥哥又要回家哄那位老妖婆了，果然30家的女人就是事多，不像我只会心疼哥哥。配图是白皙清纯的侧脸，他是许林川新招的秘书周周。3个月前，许林川急需一份文件，便让周周来家里取。当时我刚好在家，20出头的小姑娘，化着淡妆，脸颊白皙，苹果肌饱满，高马尾随风飞扬，穿着休闲的运动装，有几分清纯女高的感觉。取完文件后，她笑着要加我的微信，我没有多想，便同意了。临走前，她亲昵地挽住我的胳膊，婉星姐，你有什么保养秘籍吗？完全看不出来你笨3了耶，没有一点岁月痕迹，不像我，才刚20岁，感觉眼纹都出来了呢。她笑得灿烂，看向我的眼神很真挚，我露出职业假笑，很简单，不该说的话别说，不该做的事别做。那天之后，我和许林川说了周周的事，他笑着打趣：怎么，吃醋了？一个初出茅庐没见过世面的小姑娘而已，放心，不会对你有任何威胁。还有秘书是 HR 招的，你也知道咱们公司流程很透明。再说，你还不相信你老公吗？我们17岁相爱，20岁结婚，如今快10年了，我们的感情没有谁能破坏。那时我看着眼前信誓旦旦的许林川，年少的誓言如犹在耳，真爱抵万难。可没有人说过，真爱也会制造万难。昨天是公司成立9周年，也是公司利润破100亿的大日子。作为副总，我本应出席，但是南部一个大客户合约出了点问题，必须立刻安抚客户。许林川不能走开，而客户是我们当初一起签下的，合作已有5年多，只有我去他才放心。我虽是副总，但从去年开始，我逐渐放权，开启备孕模式，公司事务偶尔参与。这次出差我倒胸有成竹，谈妥一切后，我回家倒头就睡。只是没想到昨晚上公司的庆功宴如此精彩。晚上10点，许林川打来电话和我报备：婉星，今晚就不回去了，老员工们想庆祝到凌晨3点，你今天辛苦啦，好好休息。我心有怨言，但还是咽了下去。公司成立9周年，从当初的夫妻店到如今江城的龙头企业，那些和我们一起打拼到现在的员工，确实该好好犒劳。我只是叮嘱，不许抽烟，少喝酒，我们还在备孕呢。遵命，老婆大人。他的一通电话让我睡意全无，朋友圈的红点点又拼命吸引我的点击，在铺天盖地的动态里，我一眼就锁定了周周。他说无法许我全部爱意，就许我一场漫天烟火。配图是9张100万级的烟花秀 live 图，烟火中有很明显的 ZZ 缩写。我点开第1张 live 图，低沉缠绵的男声让我瞬间手脚冰凉。周周小朋友，现在你18岁的心愿实现了吗？这是许林川的声音。与此同时，我收到许林川发给我的语音消息：婉星，
今晚公司的烟花秀很美，等结婚10周年纪念日那天，我送你一场独属于你的烟花秀。一模一样的音色，只是少了几分缠绵和宠溺。我不死心的返回周周的动态，点开第2张 live 图。哥哥，这场烟花秀是只属于我的吗？第3张 live 图。对，只属于周周小朋友。第4张 live 图。这明明是公司的烟花秀，根本不是我一个人的。第5张。公司的庆功宴原本没有烟花秀，这是我为你私人定制的。第6章，乖，他们都是沾了你的光。9张 live 图，彻底打碎了我美好爱情的幻象。我站上露台，18层的高楼上，整个江城一览无余，天边蓝紫色的烟花一簇簇炸开，周周的动态一条接着一条，那些不能诉说的爱意，就让他沉溺在这场漫天烟火里，似在嘲笑可怜的我。10年前，我也想要一场属于自己的烟花秀。那时，我和许林川刚大学毕业，他学的软件工程，我学的经济学。他想开一家科技公司，而我考上了老家的公务员。小镇出身的我们没有助力，身边人都在嘲笑他异想天开。而当他朝我投来希冀的目光时，我毫不犹豫扔下铁饭碗，跟着他来到云城。最穷的那年，我们领了结婚证。他眼中含泪，婉欣，对不起，等我们发达了，你想要什么新婚礼物，我都不给你。那时的我还爱看浪漫偶像剧，男主角总是在漫天烟花下深情告白。于是我和他说，我想要一场独属于苏婉欣的烟花秀。那天我们播放着电视剧里的烟花片段，点燃仙女棒，许下一生一世的誓言。如今公司已成立近10年，当初触手不及的烟花秀，许林川可以轻轻松松放几百场，可他却先为小情人定制了一场100万烟花秀。如今再点开我们领证那天拍的视频，那个举着仙女棒对着镜头甜甜笑着的女孩多么幼稚可笑。原来不管曾经多么相爱，结局都这样啊。那些早就昭示一切的蛛丝马迹，只有我自我蒙蔽，不愿相信。玄关处传来声响，是许林川回来了。他的怒气似乎平息不少。婉欣，不要闹了好不好？他的手里捏着一个粉色信封，那是10年前我们在护城的一家漫游小店留下的爱的证明。当时我闹着要看他在信里写了什么，他一把抱住我，在我耳边呢喃，婉欣，10年后的我会给你答案。温热的喘息，年少的悸动，是想起一次就会脸红心跳的美好。他的那封信留的是我的联系方式，这封来自10年前的惊喜，在10年后变成了笑话。我看着信封问许林川，今天有爱苏婉欣多一点吗？他脸上的表情一致，略带别扭道，当然。我追问，当然什么？他答，当然爱苏婉欣。我继续追问，谁当然爱苏婉欣？他面露不悦，苏婉欣，你怎么越活越矫情了？许林川爱苏婉欣，你满意了吗？我拿过他手里的信封，翻开泛黄的信纸。许林川，10年前你写的是今天有爱苏婉欣多一点吗？可10年后你没有爱我多一点，因为你把爱转移到了别人身上。他烦躁地揉了揉太阳穴。婉欣，我们不是小孩子了，能不能不要这么非主流？我说过我这辈子只爱你，而你也会是我唯一的妻。我点开周周的那张 live 图，许林川低沉却清晰的声音从中传来，周周小朋友，现在你18岁的心愿实现了吗？乖，他们都是沾了你的光。听到声音，许林川夺过手机，苏婉欣，你有意思吗？找人监视我。看到是周周发的朋友圈后，他急忙解释，那个小孩说他没看过烟花秀，我作为上司只是满足他的心愿而已。他的解释真的很滑稽。所以你为他量身定制了一场100万烟花秀。许总真是好大方。离婚协议书看过了对吧？没什么问题就签字吧。看我态度坚决，他才发现我是认真的。他烦躁地揉了揉眉心，语气带着无奈，婉欣，别和我怄气好不好？我对周周绝对没有逾矩，我只是看他有点像10年前的你，笨笨的，傻傻的，有着一股不怕输的冲劲。这场烟花秀完全是因为他偶然说这是他18岁时的心愿，我就想到20岁的你，心愿也是拥有一场烟花秀，所以我才答应他。其实我做这些是在为20岁的你而做。我也说过，
等我们10周年纪念日，我会为你再放一场更盛大的烟花秀。我有点不懂男人，为什么对爱人的弥补可以出现在情人身上？明明爱人就在身边，不是吗？我不知该如何回复他，只能蹲在地上，将头埋进身体。我竭力忍住啜泣，身体却止不住的颤抖。许林川从背后环抱住我，婉星，多给我一点信任好不好？我们从校服到婚纱，我永远不会辜负你毫不犹豫奔向我的真心。其实我还有一个好消息。他握住我的掌心，食指在我的婚戒上不停摩挲。回来前，旭白给我打电话说你怀孕了。我和许林川备孕1年多，却一直没有好消息。1个周前，我们去医院再次做了检查，医生是我们的共友张旭白，我们仨是大学校友。结婚时，张旭白是伴郎。如今，这个好消息由我们的好朋友告知。如果没有周周，这该是多么美好！我缓缓抬起头，斑驳的泪痕让我整张脸更显憔悴。许林川，你说什么？他轻柔地擦去我眼角的泪珠。婉星，我们有宝宝了，我们要做爸爸妈妈了。我扯出一抹讥讽的笑。爸爸爱妈妈，孩子才愿意来到这个家。许林川，你觉得宝宝愿意来吗？他将我紧紧拥在怀里。婉星，究竟我要怎么做，你才会觉得我爱你？我从他的怀里挣脱，抬起头直视他。都说男人钱在哪，爱就在哪，是吗？他似是看到一丝希望。婉星，我所有的财产都在你名下，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冷笑一声。林川，你是开公司的，我想你应该很清楚婚内财产是如何划分的。或许是出轨后的愧疚心理，亦或是急于证明对我的爱，以此让我安稳生下他的孩子。当天，我们就在律师的见证下签署了婚内财产协议。协议里约定，夫妻名下的所有房产归我单独拥有，另一方对该房产不再享有任何权益。同时，我们办理了婚内财产协议公证以及不动产过户登记。1周后，我拿到了5处房产和3间商铺，以及我们名下的500万存款。我和许林川维持着表面的平和，这个胚胎成为我们2人之间唯一的纽带，维持着这段支离破碎的婚姻。我不再提周周，他也忘记我提过离婚这件事，反而开始叮嘱保姆做营养餐，每天变着花样的给我送花、送包、送首饰、送衣服。男人可真贱。半个月后，张旭白打来电话，催我去做产检。病房里，他的声音略带沙哑。婉星，最近还好吗？我直接忽视他粘在我身上的目光。一切都好。他知道许林川和周周的事。打给许林川的那通电话是张旭白在警告许林川，苏婉星怀孕了，他该收心了。产检结束后，张旭白叮嘱了我很多注意事项，最后补了一句，有任何事情随时联系我，我永远站在你这边。我笑着道了谢，然后转身离开。其实张旭白先认识我，最后却和许林川成了好兄弟。大一那年，我加入校新闻社，我负责采编，张旭白负责摄影。搭档半学期后，他邀我去看电影。察觉到他的心意，我立马告诉他我有男朋友。听到许林川的名字后，他一脸震惊。婉星，你是不是为了拒绝我，才说许林川是你男朋友的？我认识许林川，我们都是篮球队的。他说他没女朋友，还接了其他女孩送的水。那次，我和许林川爆发了我们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争吵。为了弄清楚真相，我们仨当面对质。我问许林川，你为什么说没有女朋友？是不是为了背着我拈花惹草？许林川做双手投降状，老婆大人冤枉啊！我说没女朋友，是因为当时我心仪的导师在篮球场，我想进他的数据实验室，我担心他觉得我谈恋爱会压缩跑数据的时间，才那样说的。我转头问张旭白，当时那个沈教授真的在场吗？张旭白撇了撇嘴，只好点头，随后狠狠给了许林川肩膀一掌。你有女朋友，不早点说。许林川却回了他胸口一拳。我把你当兄弟，你却想撬我女朋友。我和许林川是高中同学，高考后他向我告白，知根知底的年少恋人，我还是选择相信他。随后，张旭白和许林川约了一场篮球赛，直到2人都打不动，躺在地上，这件事才作罢。那天之后，我们3人成了好友。张旭白做的最多的事，就是为我和许林川拍照。
可以说他是我们爱情的见证者。如今跨过10年的光阴，再回看曾经的点点滴滴，当时苍白的解释根本站不住脚。要多幼稚，才会把不忠的把戏当作爱的证据。回到家，许林川的语音消息很快到达。婉星，对不起，今天的客户太重要，下次产检我一定陪你。我回复 OK。 与此同时，周周的朋友圈再次热闹起来。感谢哥哥百忙之中陪我来迪士尼，今天是宇宙超甜的小女孩一枚。配图是穿着白雪公主 cos 服的周周，伸手握住镜头前的手，男人纤长的手指回握住她的手，无名指上已无婚戒，只剩一圈发白的痕迹。或许在许林川的心里，给了我全部房产就能稳住我。在他的把戏中，我甘愿用10年的婚姻将自己绑架，然后退居家庭，为他生儿育女，做眼瞎心盲的傻子。如果是10年前，20出头的年纪，将爱情当作全部，面对许林川的出轨，我可能声嘶力竭，一蹶不振。可如今我多了10年的阅历，早已从小白花成长为橡树。面对他的背叛，我能为自己遮风挡雨，也能为自己报仇雪恨。既然他在陪重要客户，那我也应该去见见自己的大客户了。愉悦的晚餐后，我回了家，刚脱下外套，许林川就从身后抱住我，甜腻的柑橘香涌入鼻腔，让我忍不住反胃。我一把推开他，冲到卫生间干呕起来。他紧跟着轻抚我的后背，嘴里念念有词，宝宝乖，不要折磨妈妈，要不然等你出来，爸爸打你屁股。自从彻底死心后，我总觉得他伪装深情的模样很可笑，于是我忍不住笑出声。许林川，你怎么就觉得这个孩子一定是你的？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我轻呵一声，开个玩笑嘛，不用那么紧张。他连做了几个假动作，掩盖自己的慌张。婉星，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我拍拍他的肩膀，你不是很会开玩笑吗？现在连玩笑都开不起了，这样怎么见重要客户呢？他听出我的质疑，扶我坐到沙发上。婉星，今天的客户确实很重要，不过我也没有忘记你。帝家的新款项链20万，一口价为你拿下。男人在出轨后总是会对原配进行物质补偿。我用食指有一搭没一搭的逗弄着那套华丽的珠宝项链。林川，其实我今天也见了一位重要客户，他来了兴趣。谁呀？我故作深沉，江大的大四学弟，他说想当我的助理。刚好我现在孕期，公司事务顾不过来，确实缺个助理。许林川的眉头不自觉皱了起来。学弟，这不合适。你缺助理的话和我说，我给你安排一个小姑娘，也方便。我轻轻叹了一口气。哎，怎么办呢？我看见他就仿佛看见10年前的你，一穷二白，却满腔赤诚。看他找不到工作，我就想帮他，这样就仿佛在弥补10年前的你。许林川为我按肩膀的手一顿，语气带着几分愠怒。婉星，你听听你在说什么？招人是凭能力说话。再说，你要弥补我，我一个大活人就在你面前，怎么能弥补到外人身上？哦，你也懂这个道理啊。我点到为止。许林川却涨红了脸。婉星，我不是这个意思。磕磕绊绊片刻后，他低低说了句对不起。可这有什么用呢？那个满心满眼都是许林川的苏婉星，早死在他1年前的出轨里。那是我们相爱的第10年，结婚的第7年。当时我们创办的星川科技推出一款 AI 聊天软件，迅速爆火，不少大公司投来橄榄枝，寻求合作。商务会所里，新城科技的赵总塞给许林川2个嫩模，被他果断拒绝。赵总觉得许林川不识抬举，一气之下砸了场子。刚好波及到那天的侍应生周周，只是来兼职的周周被突如其来的暴怒吓到，缩在许林川身后小声啜泣。19岁的小姑娘哭起来确实惹人怜爱。当天许林川就将人安置在了别墅里，这些我会知道都是拜赵总夫人所赐，因为我是公司副总，又是许林川的老婆。赵总想给狂妄的许林川一点教训，没有什么比让他家宅不宁更好的方式了。看到照片后，我只是挂着淡淡的笑。赵总夫人传达了赵总希望和我单独合作的想法。我摇了摇头，我们是夫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合作还是再找机会吧。赵夫人朝我竖起大拇指。
苏总有气量，早晚能成大事。后来我和赵夫人成为朋友，周周的事我当作不知情。许林川提出让我放权备孕，我欣然接受。朋友知道后都说我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可闹有什么用呢？那天我一个人在家里哭到身体发麻，手指僵硬，脑袋发懵。我第一次体验到濒临死亡的感觉，我心痛到呼吸性碱中毒。可如果我提离婚，我能得到什么？仅仅一半的财产而已。而许林川能得到什么？他能毫无压力离婚，然后和小三领证，结婚生子。他甚至能在不久的将来站在那4大客敲中，所有人都会说他事业有成，令人羡慕。所谓出轨，只是成功男人都会犯的错误而已，甚至会觉得年轻漂亮的小三为他锦上添花。他们凭什么将幸福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呢？那就让我来夺走他的一切吧。说完对不起后，许林川对我的歉意更胜几分，他的吻毫无预兆的落下，我下意识的躲开。怎么，在外面没吃饱吗？他眸中的情欲瞬间退散。苏婉星，你不要得寸进尺，是我给了你工作，给了你家庭，给了你优渥的生活，你别忘了，没有我，你就是个孤儿，是个克死爹妈的天煞孤星。情分散尽后，他恶毒的言语还是落在我身上。他知道我的痛点，知道怎样说会让我最难受，不能在爸妈身旁尽孝是我永远的痛。大学毕业后，我不顾爸妈劝阻，义无反顾跟着许林川来到离家3000公里的江城。1年后，爸妈在参加完我们的婚礼，回去的路上车祸身亡。当时的许林川全程操办葬礼，抱着几次哭到昏厥的我说，婉星，以后我就是你的家，你永远的家，爸妈在天上也会放心的。如今7、8年后，他说是我克死了父母。爱与不爱真的很明显。我用尽全力甩了他一巴掌。许林川，离婚吧。他愣在原地，片刻后红着眼睛道，婉星，别闹了好吗？这几天公司的事已经让我很烦了，你现在还想让我家宅不宁吗？再说我们已经有宝宝了，能不能别把离婚总是挂在嘴上？我看着他露出畅快的笑。是吗？那是你咎由自取，自作自受。他气到抱着被子去客房睡，而我终于睡了知晓他出轨后的第一个安稳觉。次日清晨，等我醒来时，许林川已去公司。助理宋哲打来电话，苏总，我们公司对星川科技的收购案，你看要推进吗？我抿了一口热牛奶，推进，越快越好。早饭后，我约见了星川科技的技术部组长张浩，工号0005，为公司打拼8年，张浩却仅仅是个小组长，比他晚2、3年入职的同事成了他的主管。这1、2年，我在公司逐渐失去话语权。许林川开始搞优化，没想到他最想优化的是这些老骨干，说他们薪资最高，手里的技能却老旧，不如现在的大学生，便宜能忍还听话。张浩看到是我，拿起包转身就走。繁星科技，你当技术总监？张浩迅速坐到我对面，一脸慷慨赴死的神情。苏总，真的不是我想叛变，是徐总的优化名单里有我这才。我递给他一份文件，是繁星科技的入职合同，下方是我的签名。他张大嘴巴，苏总，繁星科技的苏总，是您？我点了点头。近期抢走公司合作5年的大客户的人，也是您？我点了点头。上次公司周年庆，我出差就是为了截胡。我本来不想闹那么一出，只是没想到周舞到我面前，我也就顺水推舟，名正言顺拿下许林川所有财产。我朝张浩伸出手，张总监，加入繁星，我有大把的资金，专门供技术部搞研发。如今的星川科技招了一群酒囊饭袋，反而削弱技术部门，开始大搞职级考核、人员优化。这样下去，迟早要完。张浩弱弱开口，苏总，我可以带我的团队一起来吗？夹道相迎。很快，业界传出星川科技要被收购，初创骨干全部离职的消息。周周的朋友圈终于彻底安静了，许林川更是连着1周都没回家。很快，助理宋哲再次打来电话，苏总，星川科技的徐总想和您面谈收购的事情，您看什么时间方便？那就定在3天后的下午2点吧。那天上午，我刚好去做产检，许林川难得主动提出要陪我去产检。
自从上次我在提离婚后，他再也没回过家，只是每天会打电话问我宝宝乖不乖，偶尔会说起我们当初创业时的困难日子，语调里还带上几分哽咽，怪可笑的。产检时，宝宝已经4个多月，能清楚地看到轮廓。张旭白指着 B 超影像对许林川说，宝宝一看就是大长腿，肯定是遗传了你。许林川身高185厘米，当初对他心动，他的身高确实占优势。我摸了摸肚子，露出一抹恶劣的笑，也不一定是遗传他呀。两人都明显错愕。随后我起身，我的腿也很长呀。两人又明显舒了一口气。这场游戏还挺好玩的。产检结束后，许林川拜托休班的张旭白送我回家。看着许林川驾车离去，我勾起唇对张旭白道，走吧，请你看出好戏。盛月华庭顶层的包房里，许林川亲自请的国宴大师已将菜品上齐，而我比约定的时间晚到了整整1小时。看我出现在门口，许林川瞬间蹙眉，婉星，胡闹也分场合，现在我在谈生意。旭白，你也陪着他胡闹吗？快送他回家。许林川的怒气在我和张旭白身上来回反复。我没理他。助理宋哲率先站在主座旁，许林川立马换上狗腿样。宋特助，苏总什么时间到？宋哲没有理他，而是将椅子往后拉了几分，朝我看来。苏总，请入座。许林川瞪了我一眼。婉星，你别挡路，快让苏总进来。张旭白朝身后看了看，略带惊讶。林川，外面没有人啊。在许林川的震惊中，我坐上了主座。许总，听说你想和我谈收购的事？许林川依旧不愿相信，反复和宋哲确认，他真的是你们繁星科技的苏总？宋哲语气冷硬，许总，如果是谈合作，就要拿出诚意来。我们苏总很忙，本来你公司的仨瓜俩枣我们看不上，还是你多次打电话求收购，苏总才勉强同意的。许林川将目光转向我，婉星，原来那些大客户都是你劫走的。我也不怪你，我们是夫妻，不分你我。既然如此，就把繁星科技并入星川科技吧，这样我们两家成为一家，坐稳行业 top。他原本沮丧的脸色变得红润，越说越兴奋。我的食指有一搭没一搭的敲着桌面。许总，我想你需要弄清楚，今天我们谈的是收购案。宋哲拿出收购合同。许林川看完脸都黑了。苏婉星，星川这么大一个科技公司，你收购完要把它变成一个小部门，他也是你的孩子啊，你就这么狠心？提到孩子，许林川似乎想到什么，他半跪在我脚边。婉星，我们的宝宝马上就5个月了，你不能受累，还是把公司交给我吧。我知道你介意周周，我已经和他说清楚了，之后我会辞了他，我们好好把孩子抚养长大，好吗？我抹撒着小指上新买的粉钻。许林川，不会到现在你还在想着你回归家庭，我们重修旧好的戏码吧？他的假笑僵在脸上。我继续道，其实今天的收购我无所谓的，星川的投资人都在陆续撤资，对吧？核心员工也都跳槽了。不过这样倒也成全了你和周周，他不是一直都希望公司只属于你们2个人吗？现在公司只剩下你们2个人，不好吗？我踢了踢脚，甩开他抱在我脚上的手，他却反手抱住我的小腿。婉星，我和周周什么事都没发生，是他勾引我的，但是我始终坐怀不乱，我只是看他可怜，把他当妹妹而已。你别相信他的挑拨，出轨的男人真是甩锅好手。我给了宋哲一个眼神，宋哲立马让保镖将许林川摁到离我较远的位置。我掸了掸身上的乌尘，好整以暇的看着他，什么都没发生。你不会以为我是在看到周周的朋友圈才知道你们勾搭在一起的吧？1年前的城郊别墅，周周早就出现了吧？你一边又哄我备孕离职，一边和小情人勾勾搭搭，你不会以为我真的是傻白甜，什么都不知道？许林川，我有在你一穷二白时选择和你并肩开公司的勇气，也有在你心思游离时扔掉情分搞垮你的魄力。你以为你把我踢出公司核心管理层，公司就能在你的手上顺利上市？你做梦，没有我，你什么都不是。许林川的手机突然响起，是周周。他挂断，再响起，反复10几次后，许林川暴怒接听，你能不能别闹了，我现在在谈很重要的生意。话筒里传来清晰的哭泣声。
哥哥，好多人来家里追债，我害怕。我不是给你200万了吗？那些钱被我爸拿去赌了，你好自为之吧，我现在也没有钱了。许林川瞬间泄了力，瘫坐在地上。片刻后，他爬着向我靠近。婉星，你帮帮我，你也不想孩子出生就没有爸爸对吧？只要我挺过这次难关，我就全职在家做家庭主夫，你主外，我主内。我的高跟鞋踩住了他向前爬的手。许林川，你怎么就确定这孩子一定是你的呢？许林川看向张旭白的眼神满含求证。张旭白轻咳一声，声音阴哑。林川，你的检查报告显示精子致畸率达 99%， 即使怀孕也大概率会自然流产。我和许林川的第一个孩子是在5年前，当时公司正在重要阶段，我没有任何感觉，孩子就没了。2年后，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当时我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我的身体没有问题，大概率是男方的问题。我也多次催促许林川去检查，但他始终以公司忙为由拒绝。现在想来，应该是他可怜的自尊心作祟吧，真可笑。再到1年多前，我们正式开始备孕，很久都没有消息，许林川才不情愿做了检查。检查结果就是他的精子不合格，活力也不够，要想怀孕只能试管。当时他说不想我受苦，要先调理调理身体。没想到他转身就找了更年轻的周周。调理期间，他多次想和我同房，都被我以各种理由拒绝。烂黄瓜还有什么资格呢？直到半年前，张旭白说许林川的精子活力够了，可以做人工受精，一切顺利异常。我渴望有一个孩子，有一个家人，但这个孩子不能是许林川的。我在张旭白的帮助下来到国外做了人寿，然后在合适的时机，张旭白将我怀孕的消息告诉许林川。他以为能用孩子绑住我，成就他的功成名就，实现家里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我也用孩子迷惑了他，帮助他钱财尽失，公司倒闭，只剩小三。知晓一切后，许林川和张旭白扭打在一起。张旭白，我拿你当兄弟，你却睡我老婆。我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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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脏话输出后，张旭白却未反击。我明白他的想法，可我却不想被人泼脏水。保镖将许林川摁到我面前。许林川，我可不像你那么脏，孩子是我在精子库挑选的，他和你们毫无关系。许林川霎时像泄了气的皮球，眸中泛起一抹猩红。苏婉星，你就这么狠吗？一点都不念我们相爱12年的情分，明明出轨的人是他，却反咬我一口。许林川，在你选择将周周带回别墅的那一刻，我们10几年的情分就散了。什么校服到婚纱，终是一个笑话。我已申请了诉讼离婚，如果你还念着我们的情分，就在调解时直接同意解除婚姻关系吧。说到这里，我的笑意更盛。不同意也没关系，我有的是办法。如今的我早已拥有了这段关系的决定权，收购的事还是没有谈拢。许林川裁了一大波人，他还是总裁，周周升为副总，2个人的公司倒也算有模有样。恍惚间，我仿佛看到10多年前，那时我们也是2人公司，我一人身兼数职，销售、财务、行政、HR， 也不知道他娇宠着的小情人能不能吃得了我当年的苦，可这些都和我无关了。10天后，我拿到离婚证，所有财产均在我名下。许林川当初在律师见证下签了协议，只能净身出户，而我念在旧日的情分上，把郊区那栋令人恶心的别墅留给了他。但据说没多久，周周就偷偷把别墅卖了，钱又给了豪赌的爸。许林川不愿搬走，被买主找来的打手直接拎着扔出大门。当时的他裸着上半身，穿着蓝色4角裤，摔在花袋里啃了一嘴泥，还在同城热搜挂了1天。视频里的人仿佛和记忆中的少年毫不相干。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我摇了摇头，朝旧时光挥了挥手。苏婉星正奔赴属于他的战场，我和宋哲忙着繁星科技上市事宜。张旭白每天都微信约我一起吃晚饭，我一一拒绝。没想到一向内敛的他将我堵在公司门口。婉星，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肩膀，不要把情绪憋着，身体会吃不消的。如果你愿意，我愿意成为你的救赎，陪你度过这些至暗时刻。他似乎觉得
我是为了逃避婚姻失败的打击，才拼命工作。好像离婚后的女人活成祥林嫂模样，才是大家喜闻乐见的。我勾起一抹恰到好处的微笑。谢啦，旭白，我想现在的我已经不需要肩膀了。人生不是救赎文，在低谷时期能拯救自己的只有自己。走出10年的婚姻，我才发现金钱和权力才是女人最好的保养品。他的视线扫过我隆起的小腹。可是孩子需要爸爸不是吗？我愿意。我打断他即将捅破窗户纸的话。旭白，所谓爸爸妈妈只是一种角色，角色的本质是爱。孩子需要的不是完整的家庭，是完整的爱。我知道如何去爱人，也知道如何尽最大能力给孩子足够的爱。我言尽于此。他只好挂上刻意的微笑。婉星，祝你一切顺利。如果有任何需要，我依旧会坚定地站在你这边。我向前走去，却在不远处看到了许林川。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西装，朝我快步走来。身后的张旭白小跑着路过我身边。婉星，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不让许林川再打扰你。张旭白倒也说到做到了。半个月后，我和闺蜜去产检，在医院碰到了周周。闺蜜的八卦雷达一下子就搜到不少重磅消息。周周前2天自然流产，医生让检查男方的身体，男方死不同意。周周也坚称自己老公没问题，还骂医生是庸医。2人在医院也是小火了一把。不过这些乌烟瘴气都和我无关了。我将手放在孕肚上，离开错的关系，才能重建新的幸福。我的宝贝，你是妈妈亲自选择的家人，妈妈会给你全部的爱，只愿你快乐就好。番外，第一次看到许林川和周周滚在一起的照片时，苏婉星无法接受到停止呼吸。她不敢相信爱了12年的男人会背叛他们的感情，但事实很残忍。她拒绝赵总的合作后，回到空荡荡的老家。爸妈在她结婚后不久车祸身亡，曾许诺给她一个家的许林川，让她成了彻头彻尾的笑话。她恨许林川，恨他朝秦暮楚，狼心狗肺。她恨周周，恨他三观尽毁，不知廉耻。她更恨自己，恨自己为什么全心全意的信任许林川，竟然还为了给他生孩子，放弃公司职权。被情绪吞没那一刻，她将刀子狠狠划在手腕上。这个世界只剩他一人了。他的心气在知晓许林川出轨那一刻也散了。这样走了也好。垂下的手指无意识触碰到手机，点开了某音。刚好弹出的直播界面是一位女主播在回答弹幕的提问。问题：24岁在编研究生，要不要嫁给大10岁的男人？不行，不行，不行！我的老天爷啊，你千万不要！女主播很激愤。苏婉星有点不理解，为何她会对陌生人的事情这么生气。她随手拿起了手机。女主播叫阿杜，个人简介：再婚又离，净身出户。苏婉星瞬间来了兴趣。一个女人是如何在婚姻里栽进跟头，依旧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于是苏婉星静静听完了这场连线。阿杜眼中含着泪珠，大声回复提问：你去了就是个死。我为什么会生气？因为女孩子考博士硕士，靠自己走到这一步真的很牛。我们可以靠自己实现经济独立，而你可以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去提升社会地位。金字塔的顶端需要站更多女性，为我们说一句话，不是人人都能爬上去。整个社会女性的发言权需要金字塔顶端的女性和我们这些社会底层的人共同努力。不要随随便便进入到一段稀巴烂的关系里面。如果你在这种摆烂，我觉得很可惜，真的很可惜。可惜那2个字，女主播说得很轻很轻，却轻轻敲打着苏婉星的心。苏婉星一下子就想到，她从小镇一步步走出来有多不容易，摆脱重男轻女的爷爷奶奶，以全镇第一考上县城高中，高考考上985，毕业后创业开公司，爸妈过早离世，无依无靠。她走到今天这一步，靠的是自己的能力和努力。怎么现在因为一个出轨男，就想要放弃生命和奋力拼搏的一切呢？凭什么呢？到底凭什么呢？既然许林川忘恩负义，那就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吧。苏婉星去医院包扎了伤口。她说临时出差，过2天才能回去。忙于和周周偷情的许林川丝毫没察觉到什么。这2天，苏婉星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
公司是他和许林川一点点做起来的，他熟悉公司的每一个客户。如今许林川风头正盛，听了别人的耳旁风，想让苏婉星放权回家。既如此，何不将计就计？表面放权，实则另立门户。他不会成为菟丝花，他早在现实的搓磨中成长为橡树。他要站在金字塔顶端，要让和他有同样困境的女性看到，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值得我们放弃自己，只有自己掌握决定权，人生才会越来越好。繁星科技超过星川科技只是时间问题，只是没想到周周暗戳戳的挑衅帮了他一把。周周故意加上苏婉星的微信，希望苏婉星主动提离婚。可在死过一次的苏婉星看来，这些行为不过是跳梁小丑自甘下贱，不过正好可以借周周唤醒许林川的愧疚感。苏婉星故意展现痛苦，对旧爱表现不舍，合时宜的人工受孕，让许林川在苏婉星和周周之间反复横跳。最后为了留下孩子，许林川选择把名下所有财产都转让给苏婉星，失去左膀右臂，公司倒闭，净身出户，永远不会有孩子，好赌的爸，穷困潦倒。属于许林川和周周的报应正在路上。10个月后，苏婉星生下一名混血女婴，取名苏悠然。前路漫漫，我心悠然。她希望自己的宝贝永远健康快乐。出月子后，苏婉星成立了重生女性互助公益组织，为遭遇丈夫出轨、暴力却无法离婚的女性提供全链路的帮助，为离婚后开启新生活的女性提供启动资金。5年后，繁星科技在纳斯达克上市。有无良记者提问，苏总36岁依旧未再婚，是对婚姻失去希望，只能做女强人吗？不过为什么女强人大都只能离异呢？苏婉星优雅接过话筒，微笑大气端庄，把只能换成选择这个问题才有回答的必要，因为我们有选择幸福的底气和权利。我也想告诉和我有过同样经历的姐妹，离婚不一定不幸福，选择离婚的那一刻就是走向新的幸福的开始。采访结束后，苏婉星最新谈的小男友来接她回家。大学刚毕业，22岁，很会给情绪价值。她觉得这个小男友很有趣。回家在路上，苏婉星在微博写下一句话，不管20岁还是30岁，要找一个本身就很好的人。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衷心祝您吉祥如意，万事顺心。